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，就是咱们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交通差异。这不，前几天我这边牵线了一对，女方是大陆姑娘，嫁到了台湾。最近回娘家，特别跟我分享了一些她在台湾的所见所闻，尤其是关于台湾捷运和大陆高铁的对比，实在太精彩了。这姑娘叫小雨，下面就让我来给大家讲讲她的故事吧。小雨是个南京姑娘，性格直爽，做事麻利。2年前经过我介绍，认识了台湾男孩阿翔。这阿翔家里做餐饮生意的，在台北有几家还挺有名气的餐厅。人不仅长得帅气，还特别有礼貌，对小雨那叫一个体贴入微。2人认识没多久就陷入爱河，半年后就领证结婚了。婚后，小雨跟着阿翔去了台湾定居。刚开始，婆婆对这个大陆媳妇还真有点看法，总觉得大陆那边条件不如台湾好，担心媳妇会看不起他们家。别说，这种想法在台湾老一辈中还真不少见。谁知道小雨刚去台湾没多久，就碰上婆婆生日，她特地从大陆带了不少特产过去，还亲手做了一桌子菜。这下可把婆婆感动坏了，关系一下子就亲近了不少。不过呢，小雨虽然在台湾生活的还算顺心，但总有些事情让她感到不适应，特别是交通这一块。从小在大陆长大的小雨，早就习惯了咱们四通八达的高铁网络和便捷的地铁系统。而到了台湾，虽然也有高铁和捷运，但体验却大不相同。这不，小雨刚回大陆探亲，就迫不及待地跟婆婆视频，想分享一下自己的见闻和感受。谁知道这一聊，差点没把婆婆气晕过去。婆婆，您知道吗？我刚坐大陆的高铁从上海到南京，哇塞，那速度简直太快了，才1个多小时就到了，比台湾的高铁快多了。小雨兴奋地说道。婆婆一听这话，顿时脸色就变了。什么？台湾的高铁慢吗？我们可是亚洲第1条引进日本新干线技术的地区呢。小雨也不服输，婆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台湾高铁当然也很棒，但是速度确实没有大陆的快啊。大陆的高铁最高时速可以达到350公里，而且覆盖范围超广，几乎全国各个主要城市都能通达。台湾的高铁线路就那么1条，而且最高时速才300公里左右。婆婆听完，嘴角抽搐，那也比很多国家的好。这个我同意，台湾高铁的确很不错，特别是服务态度真的一流。小雨赶紧表态，台湾的服务人员都超有礼貌的，笑容满面，说话轻声细语，这点我觉得比大陆好多了。大陆虽然高铁硬件先进，但服务人员有时候表情冷漠，说话也比较直接。婆婆听到这里，脸色才稍微缓和了一些。那是我们台湾的服务业是出了名的好。不过婆婆，您可能不知道，现在大陆的高铁站都超级气派，简直就像机场一样宏伟。我第一次去南京南站，真的惊呆了。那么大的空间，那么高的天花板，各种设施一应俱全，购物、餐饮、休息区应有尽有。台北车站也不小啊，地下街可热闹了。婆婆不服气地说，是的，台北车站地下街很繁华，但论现代化程度和规模，真的和大陆的一些新高铁站没法比。小雨诚实地说，而且大陆的高铁网络实在太发达了。我记得看过数据，全国高铁总里程已经超过4万公里了，占全球高铁总里程的2/3以上，简直太厉害了。婆婆听到这里，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人家地大物博，当然可以修这么多了。我们台湾这么小一块地方，能有1条高铁贯穿南北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婆婆说的对，台湾地小精美吗？小雨连忙附和。而且我觉得台湾的捷运系统也很发达，特别是台北捷运，真的很方便，车站也都很干净整洁。听到小雨夸赞台北捷运，婆婆的心情终于好了一些。那是，我们台北捷运可是亚洲一流的，准点、干净、安全，你坐过就知道了，确实很棒。尤其是台北捷运的指示标志特别清晰，站台的屏蔽门设计也很安全，而且车厢内都禁止饮食，所以非常干净。小雨真心实意地称赞道。不过婆婆，
您要是去过大陆的一线城市地铁，可能也会大吃一惊。有什么好吃惊的？婆婆撇撇嘴，显然不太相信。比如说上海地铁，现在已经有20多条线路了，总长度超过800公里，是世界上最长的地铁网络之一。北京地铁也差不多，网络覆盖特别广。而且现在大陆很多2、3线城市也都有地铁了，甚至有些地方的地铁比台北捷运还要现代化呢。婆婆听到这里，已经开始坐立不安了。那也是他们人口多，当然需要修那么多地铁。是的，人口基数大，确实是一个原因。小雨点头表示认同。不过婆婆，我还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台湾高铁和捷运的票价相对来说比大陆贵不少呢。啊？怎么会？婆婆惊讶道。真的，我从台北坐高铁到高雄，全程约300多公里，票价要1500多新台币，而在大陆，同样距离的高铁2等座可能只要200多元人民币。当然了，这也与经济发展、人均收入等多方面因素有关。小雨继续说道，还有捷运票价。台北捷运起步价20新台币，而大陆很多城市地铁起步价只要2元人民币左右。虽然说台湾服务确实好，但价格确实贵了些。这下婆婆彻底坐不住了。小雨啊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台湾处处不如大陆啊？语气明显带着些不满。婆婆，您千万别这么想。小雨赶紧解释，我只是客观地分享一些观察而已。台湾和大陆各有各的好。不能简单的说谁比谁好，就像台湾的服务业真的是一流的，让人感觉很温暖。而且台湾的人文风情、小吃文化都特别有魅力，这些可是大陆学不来的。婆婆听了这话，脸色才稍微好转。这倒是实话，我们台湾的服务确实是一流的，绝对是。小雨连连点头。而且台湾的公共设施虽然可能没有大陆那么新那么大，但是维护的特别好，使用年限很长。大陆有些地方就不一样了，修得气派，但没过几年就破旧不堪，这点真的需要向台湾学习。听到小雨这么说，婆婆的表情终于缓和下来，甚至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。这就是我们台湾人的做事风格，讲究精致和长久，不像有……没错，台湾这种精细化的管理和服务意识真的很值得大陆学习。小雨由衷地说道。不过小雨毕竟是个直性子，说着说着又忍不住补充道，不过婆婆，我还是觉得大陆的高铁太厉害了，尤其是春运期间能够高效地运送那么多人，真的不可思议。而且现在大陆很多地方都推出了智能化服务，像刷脸进站、手机点餐送到座位等等，真的很方便。婆婆的表情又沉了下来，这些科技的东西台湾也不差啊，我们也有很多智能设备的。是的，台湾在这方面也很先进。小雨赶紧表示赞同，特别是台北捷运的悠游卡系统，不仅可以坐车，还能小额支付，真的很方便。只是在普及度上，可能没有大陆的移动支付那么广泛。在大陆，现在连路边摊都可以扫码支付了，连现金都很少用了。这话一出，婆婆的脸色更加难看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台湾处处落后于大陆喽？婆婆，您千万别误会。小雨急忙解释，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。两边各有优势嘛，就像台湾的民主制度、社会氛围、环保意识都非常先进，这些都是大陆需要学习的地方。我只是想客观地分享一些我的观察而已。看着婆婆越来越不自在的表情，小雨意识到自己可能说的太多了，赶紧换了个话题。对了，婆婆，我给您带了南京特产的雨花茶和盐水鸭，您一定要尝尝，真的特别好吃。视频通话结束后，小雨长舒一口气，心想，哎呀，差点把婆婆给气着了。看来有些话还是不能说的太直白啊。没错，台湾这种精细化的管理和服务意识真的很值得大陆学习。小雨由衷地说道。不过小雨毕竟是个直性子，说着说着又忍不住补充道，不过婆婆，我还是觉得大陆的高铁太厉害了，尤其是春运期间能够高效地运送那么多人，真的不可思议。而且现在大陆很多地方都推出了智能化服务，像刷脸进站、手机点餐送到座位等等，真的很方便。婆婆的表情又沉了下来，
这些科技的东西，台湾也不差啊，我们也有很多智能设备的。是的，台湾在这方面也很先进。小雨赶紧表示赞同，特别是台北捷运的悠游卡系统，不仅可以坐车，还能小额支付，真的很方便。只是在普及度上，可能没有大陆的移动支付那么广泛。在大陆，现在连路边摊都可以扫码支付了，连现金都很少用了。这话一出，婆婆的脸色更加难看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台湾处处落后于大陆喽？婆婆，您千万别误会。小雨急忙解释，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，两边各有优势嘛。就像台湾的民主制度、社会氛围、环保意识都非常先进，这些都是大陆需要学习的地方。我只是想客观地分享一些我的观察而已。看着婆婆越来越不自在的表情，小雨意识到自己可能说的太多了，赶紧换了个话题。对了，婆婆，我给您带了南京特产的雨花茶和盐水鸭，您一定要尝尝，真的特别好吃。视频通话结束后，小雨长舒一口气，心想，哎呀，差点把婆婆给气着了。看来有些话还是不能说的太直白啊。我好奇地问，那台湾高铁和大陆高铁内部有什么区别吗？区别可大了。小雨滔滔不绝地说道，首先是座位，台湾高铁的座位普遍比大陆的宽敞舒适，坐起来特别舒服。然后就是噪音问题，台湾高铁车厢内的噪音控制得特别好，即使高速行驶时也不会太吵。而大陆高铁虽然先进，但有些线路的噪音还是比较明显的。那餐饮服务呢？我继续追问，这个真的不好比较。小雨思考了一下说，台湾高铁的餐食种类没有大陆高铁多，但品质和口感都不错。大陆高铁的盒饭种类多样，但质量参差不齐。不过大陆高铁现在可以点外卖送到车上了，这一点就特别方便。我点点头，听起来两边各有优势啊。那捷运和地铁呢？捷运真的让我印象深刻。小雨眼睛放光，台北捷运干净的你根本无法想象，地面能照出人影来，几乎看不到一点垃圾，而且所有人都自觉排队，不会出现拥挤插队的情况。最重要的是，车厢内绝对禁止饮食，所以没有任何食物和饮料的气味，这点比大陆地铁做得好太多了。这么厉害，我有点惊讶，真的很厉害。小雨继续说，而且台北捷运的站台设计也很人性化，几乎所有站台都安装了安全门，避免意外发生。只是标志也非常清晰，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游客，都能轻松找到自己要去的方向。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线路没有大陆一线城市那么多，覆盖面不够广。那票价呢？两边有什么区别？票价台湾确实贵一些。小雨解释道，台北捷运最低车资是20新台币，折合人民币大约4.5元左右，而大陆很多城市地铁起步价只要2元。当然了，这也和经济水平、消费水平有关系。我好奇地问，那你觉得台湾捷运有什么地方是比大陆地铁做得更好的？很多呢。小雨不假思索地回答，首先是文明程度，乘客素质普遍很高，很少看到大声喧哗或者不文明行为。其次是准点率，几乎不会出现晚点的情况。再次是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，真的非常亲切友善。最后就是整体的卫生状况，真的一尘不染。那大陆地铁有什么优势呢？当然也有啊。小雨说，大陆地铁的覆盖范围广，线路多，十分便捷。而且现在很多城市的地铁都引入了人脸识别、智能引导等新技术，使用体验很不错。还有就是运营时间长，有些线路凌晨1点、2点还在运营，这点对夜生活丰富的城市很友好。听着小雨的分享，我不禁感慨，看来两岸的交通系统各有千秋啊。是啊，小雨点头表示赞同。其实我觉得没必要非要比出个高低来，两边可以互相学习，取长补短才是最好的。比如大陆可以学习台湾的服务意识和精细化管理，台湾则可以借鉴大陆在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规模上的经验。我好奇地问，那阿翔第一次来大陆，
对咱们的高铁和地铁有什么看法？小雨笑着说，阿翔第一次坐大陆高铁时简直惊呆了。他一直以为台湾的高铁已经很厉害了，没想到大陆的高铁网络如此发达，速度还更快。他还特别惊讶于大陆高铁站的规模，说像南京南站、上海虹桥站这样的高铁枢纽，简直比机场还气派。那他对地铁有什么感受？他觉得挺方便的，尤其是换乘系统设计得很合理。不过他也提到了一些不足，比如高峰期太拥挤，还有一些乘客的素质有待提高。但总体来说，他认为大陆的地铁系统发展得非常快，尤其是支付方式多样化，像手机扫码进站这种，在台湾还不普及。说到这里，小雨突然想起了什么。对了，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值得一提，台湾的公共交通对老弱病残孕特别友善，几乎所有站点都有无障碍设施，而且乘客也会主动给需要帮助的人让座。这点我觉得大陆虽然硬件设施做得不错，但在公民意识方面还有提升空间。我赞同的点点头，这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公共道德和文明素养需要长期培养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。不过丽姐，小雨忽然压低声音，我有件事一直没敢跟婆婆说。什么事儿啊？我好奇地问。就是大陆现在正在建设的高速磁悬浮列车，据说时速可以达到600公里以上，从上海到北京只需要2个半小时。如果我告诉婆婆这个，她可能真的会晕过去。小雨忍俊不禁地说，我不禁哈哈大笑，那确实不能说，有些事情还是要照顾老人家的感受。是啊，小雨点头表示赞同。其实我觉得现在台湾很多老一辈人对大陆的印象还停留在很多年前，不太了解大陆这些年的发展变化，而年轻人则不同。像阿翔就比他父母更了解大陆，也更能客观地看待两岸差异，这就是代沟啊！我感慨道，不仅仅是两岸问题，在很多方面，老一辈和年轻人的观念都有很大差异，确实如此。小雨说，不过话说回来，台湾的确有很多地方值得大陆学习，比如环保意识、公民素养、服务质量等等。我现在在台湾生活，确实感受到了很多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，这些都让我受益匪浅。那你现在适应台湾的生活了吗？我关心地问道。基本适应了，小雨笑着说，虽然一开始确实有些不习惯，尤其是交通方面。台湾没有共享单车，打车也没有大陆那么方便，不能随时随地用手机叫车。但是台湾的公交系统非常完善，基本可以满足日常出行需求，而且台湾的机车文化很发达。阿翔有一辆机车，平时我们出行主要靠它，也挺方便的。那语言沟通有障碍吗？我继续问道。刚开始有一点点，小雨回忆道。台湾和大陆虽然都说中文，但很多日常用语和表达方式不太一样。比如台湾人喜欢说搭捷运而不是坐地铁，说脚踏车而不是自行车，说计程车而不是出租车。不过这些都是小事，稍微适应一下就好了。现在我和阿翔的沟通完全没问题，只是偶尔会因为一些用词不同而产生有趣的误会。那婆婆对你还是有看法吗？我有些担心地问。其实婆婆人挺好的，小雨说，就是有时候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些优越感。不过我理解她的心态，毕竟在她那个年代，台湾的确比大陆发达很多，而且她对我一直很照顾，教我做台湾菜，带我认识邻居朋友，帮我适应台湾的生活，我很感谢她。那就好，我松了口气。家和万事兴嘛，既然婆媳关系处理得不错，其他的都是小问题。是啊，小雨笑着说，其实我觉得两岸之间的差异不应该成为隔阂，而应该成为互相了解、互相学习的桥梁。就像我和阿翔来自不同的地方，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和文化环境，但我们可以互相包容、互相欣赏，共同创造美好的生活。我被小雨的话感动了，说得太好了，你这个想法非常成熟。确实，差异不是问题，关键是如何看待这些差异，如何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。婆婆其实也在慢慢改变观念。小雨继续说道，上个月她跟我们一起回大陆探亲，
亲身体验了一下大陆的高铁和地铁，确实被震惊到了。他没想到大陆的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的这么快，尤其是对移动支付的广泛应用感到非常新奇。回台湾后，他还主动跟亲朋好友分享了这次的见闻，说大陆真的变化太大了，完全颠覆了他的印象。这就对了嘛，我高兴地说，亲眼所见总比道听途说可靠。希望未来有更多台湾同胞能够来大陆走一走、看一看，亲身感受大陆的发展变化，增进两岸民众的相互了解和认同。小鱼点点头，我也希望如此。其实不管是台湾还是大陆，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我们有着共同的语言、共同的传统、共同的节日习俗。虽然在政治制度、社会发展等方面有所不同，但文化的纽带是割不断的。说得太对了，我由衷的赞同。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，也是最持久的认同。只要我们共同珍视和传承中华文化，两岸的心灵距离就不会太远。闲聊了一会儿后，小雨突然问我：“丽姐，您觉得台湾和大陆的交通系统各自最大的优势是什么？”我思考了一下，回答道：“我觉得台湾的优势在于服务质量和细节管理，大陆的优势则在于规模和技术创新。这也反映了两地不同的发展模式和价值取向。台湾注重精细化、人性化，追求品质和体验；大陆则更注重规模效应和技术突破，追求速度和便捷。各有所长，相互补充。”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小雨赞同地说，其实我挺享受现在这种两边都能体验的生活方式。在台湾，我可以感受到慢节奏、高品质的生活；回到大陆，又能感受到快节奏、高效率的现代化。这种对比和融合，让我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听了小雨的分享，我不禁感慨万千。作为一个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人，我见证了无数跨地区、跨文化的婚姻。每一对伴侣都需要面对文化差异、生活习惯的冲突，而能否成功跨越这些障碍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包容心和理解力。就像小雨和阿翔这对小夫妻，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，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，但他们能够相互尊重、相互理解，共同建构新的生活方式。这不正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两岸关系发展方向吗？尊重差异，包容多元，寻求共同点。这不仅是家庭和谐的秘诀，也是社会和谐、两岸和平的基础。希望有更多像小雨和阿翔这样的年轻人，能够打破隔阂，增进了解，成为连接两岸的有益使者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，请别忘了点赞、留言和转发哦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